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16号，比特币价格已经突破了$64,000，希望我的粉丝朋友们都在坐轿啊！去年半年的时间就得到 OKX 交易大神的称号，那这一次 53K 又坚定看涨，或者是做多比特币跟以太坊。等下来聊一聊顶部的目标，估计至少$30万。所以包括2年之前抄底，或者是 all in， 或者是币本位做多比特币的利润，我的观点还是一样，继续抱住。等下来聊一聊指标以及比特币的顶部。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或者也可以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返用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下方的这个链上指标 MVRVJ Top and Bottom Indicator for BTC， 它在比特币历史上猜底跟掏点是非常的准啊，或者是就前一段时间比特币跌到 53K， 当然这一波下来也是一直在判断，有可能主力是在挖坑挖陷阱，因为毕竟上面盘了这么一段时间，而且这一个抄底跟掏顶的链上指标它都没有触及到这个顶部的数值，在这个位置要延顶，一直跟大家讲比特币的顶部是言之过早。等下另外一张图表再来跟大家判断一下，后面的上涨有可能至少还有7倍到10倍的一个空间。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的这个 MVRVJ 指标，很多朋友这一波下跌是全部忘了，因为前几个月的时候是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指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2022年的当时 20K 左右的这个箱体的区间，当时这个指标数值也是来到非常低的这个区间，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就是具有或者是价值，或者是整个市场没人关注的时候，你应该在低点的位置去买入。包括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 FTX 交易所或者是恐慌崩盘，一根 K 线跌了接近 20% 到30% 的这个位置，指标也是显示出非常重要的这个绿色的信号。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19年当时崩盘到$3000左右这个箱体的底部，这个指标的数值也是来到非常低档，或者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包括这个指标当时在底部的位置也是显示出绿色的信号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标要怎么打开哦，刚刚给忘记了，直接在这边点击 Indicator， 然后你搜索 MVRVJ， 然后直接开启这个吧，211人在用的，打开以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指标。然后我这边就关掉一个指标，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比特币在2019年涨到这个 65K 顶部的位置，指标来到上方这条水平线，有可能穿过去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顶部，或者是在高点的位置。整个市场在贪婪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小心。包括这个指标也是闪现出这个红色的信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或者是这个位置的底部，当时这个指标也是来到下方这个水平线，或者是数值在非常低档的位置，有可能或者是空间跌了1年左右，你尽量在底部的位置该贪婪应该要贪婪，不要去管短线的这种波动。有时候抄底不一定能买在最低点啊，很多散户追求有可能是不是要买在最低点。包括这一次比特币或者是从6万开始下跌，我也是没有追求最低点啊，当然也没想到 53K 真的就跌到那个 53K， 或者是 54K 也做多了好几笔多单的利润。到现在我目前的观点还是继续持有，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一波牛市真的像2015年当时这个位置的底部，或者是闪现出绿色的信号，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指标的数值，涨到当时减半之后的这个位置，指标的数值跟目前的位置也是没有相差多少。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涨到16年的当时这个高点的位置，指标的数值是来到接近2附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涨到 74K 左右，这个指标的数值也是在2到3附近的这个高点，然后这一波有一波下跌的洗盘。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2016年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波下跌，或者是这个指标的数值跟现在的这个数值是
非常非常的像啊。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16年的这一波涨幅涨到17年顶部的位置，这个指标的数字还有多大的上涨的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是有多大的上涨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017年当时这个 MVRV 指标链上的指标后面数值穿过上方的这个水平线的时候，到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可能就是比特币未来的顶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或者是喊了有一段时间，比特币从底部涨到 74K， 最多可能涨了 400%。 现在的这个指标离这个上方的水平线距离还是非常非常的远，那有没有可能或者是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到时候比特币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在或者是30万美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在推特上面也有发的这张图表，或者是这一次比特币盘整在高点的时候也是有提醒要防啊，比特币如果走一个 ABC， 当然跌到这个低点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就应该开始兴奋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跟2023年的这个箱体是非常的像，后面从这个位置的低点涨到 74K， 它是涨了 200%。 那这次我们展望有没有更高的目标位，从这个位置如果涨个 200%， 大约是在15万到16万美元左右，或者是10万美元左右，到时候我们观察一下会不会有短期的一些抛压，或者是有没有获利了结的一些盘子，它会不会卖出来。不过我的观点我们尽量看长一点，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想跟大家讲，历史上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后的这种上涨才是最大的利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绿色的线都是历史上每一次比特币产量减半的位置，周线图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0年5月份到6月份当时这个位置，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后，这边有一个箱体盘整的区间。后面如果我们从这个盘整低点的位置计算到 69K 的高点，当时因为在高点的时候有遇到就是美联储下一步要加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当时这一波比特币减半之后的涨幅，它空间是只有7倍。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当时6月份到7月份这个位置产量减半后面的这种涨幅，如果我们从这个最低点开始计算，它上涨的空间至少是超过30倍啊！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跟大家讲，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前的上涨空间是相对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底部到这个产量减半之前上涨的这个高点，就是从2015年的底部涨到产量减半之前的这个高点，只涨了 37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的底部涨到或者是产量减半之前的这个高点，它也是涨了接近 350%。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波比特币从 15K 的底部涨到产量减半之前这个 74K 的高点，上涨的空间也是接近 370%。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下跌是怕很多朋友下跌的时候被主力给骗了，就怕一些老粉丝，因为之前在底部的时候，或者是包括这1年多，我知道很多朋友是跟我一直在，或者是 DCA 有钱的话就经常买入比特币，买到内裤都快买不起了。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的上涨啊，我们要展望这种上涨，就是包括比特币2016年后面的这种上涨。所以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空间啊，我的观点是应该会超过2020年的这个涨幅。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减半之后，或者是它盘整的时间够长，后面上涨起来，空间就会有多给力啊！7倍的情况下，有可能比特币价格都快来到40万美元。所以希望朋友们最近不要去管短线啊，尽量展望长线，教职给我做完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